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演员白鹿白敬亭入围亚洲内容大赏，国产剧破圈宣言与文化觉醒。2025年7月22日，亚洲内容大赏 Asia Content Awards 提名名单的公布，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引爆影视圈。中国演员白鹿、白敬亭分别凭借《北上南哄》入围最佳女主角与最佳男主角。这是继2024年胡歌、林依晨斩获该奖项后，中国演员再次站上亚洲影视竞技场的中心舞台。而这场双白提名背后，不仅是个人职业生涯的里程碑，更折射出国产剧从本土圈层向国际表达的跨越式蜕变。白鹿与白敬亭的提名，打破了外界对流量演员男单主流认可的刻板印象。白鹿的夏凤华，大运河畔的女性史诗，在北上中，白鹿饰演的夏凤华从花街少女蜕变为运河工程师，以个体命运映射大运河申遗背景下的时代浪潮。该剧豆瓣开分 7.3， 创广电认证16年收视新高，并获白玉兰最佳美术摄影提名。王学银评价其表演颠覆形象，赋予角色生命力，而莫言等文化界人士更盛赞其让历史叙事有了青春温度。白敬亭的桑颜，现偶剧的演技破局难哄中，白敬亭以 3D 类片段封神，将桑颜隐忍深情的复杂情感演绎的细腻动人。该剧不仅登顶优酷现偶招商双冠王，更以 TikTok 播放量 39.65亿、Netflix 全球日榜第6的成绩，被新华网认证为文化出海典范。两人从古偶赛道转向现实题材的转型，标志着新生代演员对多元戏路的探索与突破。两部提名作品的成功，源于对本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全球化叙事的融合。北上运河文化的影视活化，该剧以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为蓝本，通过运河申遗主线，串联起3代人的文化传承。剧中融入评弹、竹雕、昆曲等非遗元素，以轻量化青春叙事包裹厚重历史命题，被人民日报海外版誉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。南哄现偶剧的去悬浮化实践，该剧打破偶像剧工业糖精套路，以重庆烟火气为底色，通过合租生活、职场困境等真实细节引发共鸣。其甜虐交织的情感模式，既满足年轻观众对浪漫的期待，又以角色成长传递治愈力量。两部作品的成功，印证了内容为王的市场逻辑，唯有扎根现实，尊重观众审美，才能实现口碑与流量的双赢。双白提名背后，是国产剧从圈地自萌到文化出海的战略升级。流媒体时代的全球共赏难哄的海外成绩极具象征意义，登陆190多个国家，在东南亚多国登顶榜单，证明中国剧集已突破地域限制，成为全球观众的情感消费品。东方叙事的国际化表达，北上通过运河这一文化符号，将中国乡土叙事转化为人类共通的奋斗史诗。难哄则以青春爱情为切口，传递普世的情感价值。这种本土故事加全球议题的融合，为国产剧出海提供了可复制的范式。本届亚洲内容大赏的提名名单堪称神仙打架。白鹿的对手 IU 苦尽甘来遇见你，朴宝英未知的首尔等韩流顶流，凭借稳定的演技与 IP 号召力占据优势。白敬亭的挑战，朴宝剑苦尽甘来遇见你，朱智勋外伤重症中心等实力派演员，以角色深度见长。尽管竞争激烈，但北上南哄的全球数据优势为其增添了胜算。若成功获奖，将改写亚洲影视奖项的韩流主导格局，标志中国剧集正式跻身国际主流视野。2024年，胡歌、林依晨凭《繁花》不够善良的我们首封亚洲视帝视后，开启国产剧国际化的新纪元。今年双白提名，
既是前辈辉煌的延续，更是新生代演员的接力。需持续产出兼具艺术性与商业性的精品，避免陷入流量依赖或文化刻板化陷阱。借助流媒体平台与电影节展映，扩大国产剧的全球传播半径，推动创作市场文化输出的良性循环，让中国故事真正成为世界叙事的一部分。白鹿与白敬亭的提名不仅是个人荣誉，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国产剧从制作升级到文化自信的蜕变轨迹。当甜宠古偶不再是国产剧的代名词，当大运河现偶天花板成为国际影展的关键词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演员的突破，更是一个行业、一个国家在文化叙事上的觉醒。8月釜山电影节的颁奖礼上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双白已为中国影视写下新的注脚，属于中国故事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。2. 奶油小生白敬亭是位极具潜力的优良男演员。娱乐圈里总有那么几个别人家的孩子，白敬亭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个93年出生的北京小伙，用实力诠释了什么叫做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却偏要靠才华。还记得第一次在《匆匆那年》里看到他的场景吗？那个戴着眼镜的乔然，温柔得让人心疼。谁能想到这个初出茅庐的新人，如今已经成长为影视歌3期的全能艺人。从校园剧到职场剧再到古装剧，他的戏路越来越宽，演技也越来越纯熟。说到白敬亭的颜值，那真是老天爷赏饭吃。183厘米的身高，配上那张精致的脸，活脱脱就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男主角。但更让人佩服的是，他从不靠颜值吃饭。私下里健身、打球、游泳一样不落，硬是把奶油小生变成了穿衣显瘦、脱衣有肉的型男。最难得的是，出道11年来几乎零绯闻。在这个动不动就塌房的娱乐圈，白敬亭就像一股清流。他对待工作的态度更是没得说，遇到表演问题就虚心请教前辈，这种敬业精神在年轻演员中实属罕见。还记得他在《平凡的荣耀》里的表现吗？把一个职场新人的迷茫与成长演绎得淋漓尽致，直接提名了华鼎奖。从校园到职场，从现代到古装，他的每个角色都能给人惊喜。这大概就是天赋加努力的完美结合吧。当然，这话可能有点绝对，但白敬亭确实配得上宝藏男孩这个称号。不仅演技在线，唱歌也是一把好手，那个低音炮一开，多少迷妹要破防。更别提他还会弹钢琴、打篮球，简直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本孩。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，白敬亭用实力证明，颜值可以是敲门砖，但实力才是通行证。从《匆匆那年》到《平凡的荣耀》，他一步一个脚印，走得踏实又坚定。这样的演员，谁能不爱呢？说到这儿，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为什么白敬亭的粉丝群体这么稳定？或许是因为他给人的感觉太真实了，没有明星架子，没有炒作营销，就是踏踏实实演戏，认认真真生活。这种邻家男孩的气质，在娱乐圈实属难得。最近他主演的新剧又要上了，不知道这次会带来怎样的惊喜。毕竟，这个从北京怀柔走出来的王子，每次出现都能让人眼前一亮。你说，这样的演员，是不是该多来几个？